地点再次选在非洲南部的广袤草原。熟悉这节目的观众都了解这里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，选手们不仅要忍受着酷热的40多度高温，还得与狮子这样的邻居共存，这种极限体验非一般人所能承受。这次共有4位勇敢的选手参赛，而且全部都是勇猛的男性。这几位选手都是节目组的老熟人，曾经在节目中一度参与，却在途中被淘汰。这一次他们决心要证明自己的实力。4人被分为2组同时进行比赛，首先登场的是不走运的大卫，上次因为受伤感染而不幸退赛。接下来是倒霉蛋2号维斯，上次他差一点就成为了毒丸战士，被毒蚊子叮到乒乓球上。这对兄弟俩决心要洗刷前耻，他们需要步行5公里前往水源地。转场到另一组选手，首先登场的是上次因为身体透支而退赛的亚奥，这次他特地锻炼了身体，准备再度挑战，要与这个节目死磕到底。下一位选手是看起来比较内向的学乐，上次因为长时间淋雨发烧到42度，最后被送往医院急救。这2位兄弟见面充满热情，他们选择的装备是鱼线和开山斧，谁能笑到最后还是未知数。此时正值非洲草原最炎热的中午，大卫和维斯已经差点被晒成了烤红薯。然而在旱季寻找水源并非易事，他们在一片树荫下发现了大象的奥利给，这表明水源已经近在咫尺。向着水源地前行，沙漠变成了绿洲，而绿洲的中央是一片池塘，于是2人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。然而这片区域到处都是带刺的荆棘和树枝，它们成了天然的保护罩。他们砍下大量荆棘，围绕空地建立了一个带刺的地堡。此时亚奥和学乐还在不断赶路，他们也未能逃脱被晒成烤红薯的命运。走了很久，他们也找到了一片池塘，环境相当不错。为了躲避野兽，不能离水源太近，于是他们在附近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个地堡的蛛丝马迹，仿佛现成的荆棘地堡就在眼前。一条蝰蛇从他们旁边悠闲地溜走，这表明蛇窝就在附近，他们必须清除这个潜在的威胁。学乐用树枝按住蛇头，趁机一斧子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虽然这条蛇看上去有点细，炖汤煮肉不太现实，但作为钓鱼的饵料却是绝佳的。在如此干燥的环境中生活并不容易，但学乐只用了几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而在大卫和维斯的地方，他们也在努力生火煮水。虽然这水的味道光是闻着就有点上头，但想到奖金，他们咬着牙也得喝下去。夜幕降临，草原气温下降。第一天相对顺利，2人轮流添加柴火。第2天，他们继续完善庇护所。夜晚的寒风让整夜都颇为辛苦。在亚奥和学乐的另一组，学乐用辣条试图钓鱼，但等待数小时未果。大卫和维斯一天忙碌，饥肠辘辘。大卫出门打猎，维斯留营制造工具。大卫错失一只松鼠，维斯未有所获。夜晚，野狗的嚎叫让2人无法入眠。白天，维斯制作鱼线，却发现辣条的内脏成为最后的饵料。大卫寻找猎物，射杀了一群野鸟，但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。亚奥和学乐等了1个多星期未获一条鱼，面对池塘的危险，他们决定以动物奥利给作为诱饵。维斯数天来无所收获，学乐拉起鱼线捕到了一只鲶鱼，饥饿中的他们享受了一顿鲶鱼汤。维斯仍在湖边努力钓鱼，明显无果。学乐高兴地发现2组将在第10天会合，迎接新的挑战。2组出发，行径几乎一致，友好交流后，4人朝着最终挑战地点出发。石滩成为他们的堡垒。虽约定完善庇护所，大卫的身体接近极限，其他人束手无策。晚上，4人躺在石滩旁休息。一整天的行走和修房让他们疲惫不堪，长时间未进食使得他们冷得难以入眠，即便围坐在火堆旁也未见温暖。尽管寒夜，他们坚持挺到了天亮。大卫，身体最虚弱的一位，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边缘。为了解决漏风的问题，他们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。然而大卫在没有足够力气的情况下宣布退出比赛，他深知不能再拖累队友。与大卫告别的3人，尤其是好兄弟维斯，感到难舍难分。现在挑战仅剩下3人，他们分工合作，用整整半天的时间完善庇护所，终于使庇护所的墙壁密不透风。到了晚上，庇护所变得比前一天温暖得多。虽然他们这一晚睡得相对安稳，但饥饿感却不断困扰。为了解决饥饿问题，学乐主动拿着弓出门打猎。他的目标原本是一只兔子，然而运气眷顾他，让他遇到了一只羚羊。学乐站在树枝上，成功进行了偷袭。尽管羚羊中箭试图逃跑，但由于身受重伤，无法远走。学乐目睹这一幕，激动得快要哭出来，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。他急忙呼叫队友过来帮忙，而亚奥和维斯则对眼前的兔子感到十分惊讶。为了防止其他野兽的偷袭，他们只能割下羚羊的大腿。这2条羚羊腿足够支撑他们吃到比赛结束。他们将多余的肉用干草包裹起来储存，一部分肉则被放在火上烤熟。面对美味的羚羊肉
3个人已经完全顾不上形象，纷纷抱着肉就是一顿猛啃，场面令人忍俊不禁。用干草储存羊腿的效果还算不错，但考虑到长期储存的需要，他们决定制作一个熏肉架，一直忙碌到了晚上，3人才终于完工。此刻他们拥有了24小时自助烤肉的福利，饥饿时刻都能随时享用。等到第19天，熏肉架上已经挂满了羊肉串，简直可以开个烧烤店了。然而美味的烤肉香味引来了附近的动物，猎狗在庇护所周围游荡，形成双方对峙。3人迅速整备装备，两边就这样对峙了整整1夜。通过巧妙的布局，他们成功排除了危机，让庇护所免受威胁。面对即将撤离的时间，他们将剩余的肉全都煮熟，尽力补充体力。今天是撤离的日子，3人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养精蓄锐，估计比来时还要强壮。撤离点距离他们7公里，虽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难，但必须时刻保持警觉，确保不会被狮子盯上，更要注意脚下辣条的可能性。经过漫长的跋山涉水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约定的池塘边。值此挑战成功之际，作为第2次参赛的选手，他们成功一雪前耻，现在是时候回家分奖金了。至于下一个挑战者将是谁，让我们共同期待吧。